随着大地之手施展出他那超越天位神之上的玄奥力量后，在场的所有神祇个个见之面色，仿佛他们觉得自己实在太过渺小了。就连那9大权魔见状，都是感到心惊胆战。这股力量，或许他们只有在灭神府的那些高层大人物身上感受过，可现在仅仅只是一只大地之手，竟然就爆发出了堪比那些大人物的存在了。哈哈哈！大帝万岁！想到这里时，这些9大权魔皆是发出大笑之声，仿佛看到了那大计划的成功局面了。在双方力量的激烈对抗吞噬下，黑色水晶体的力量也是彻底的爆发开来，一道道诡异恐怖的玄奥力量不断的将那巨鲸掌全部包裹起来，使得那原本金光万丈的巨鲸掌给压制了下去。要知道，现在萧炎借助来的力量已经是达到了9重天位神巅峰的层次，可是，在面对那黑色水晶体所散发出来的玄奥道义力量时，竟然还是被压制的节节败退。在这实力悬殊的对碰下，萧炎的金光也是被吞噬的大部分，直接变得无比的暗淡下来。这大地之手在封印了数千万载后，竟然还保留了如此恐怖的力量，能够轻易的将我的巨金掌压制。对方现在的力量至少也已经是半道神的神境领域了。粉老的语气非常的凝重，根本就没有了之前借助力量时的那种轻松，因为粉老也知道，眼前的这只黑色大手可不是普通的手，那可是在数千万年之前掀起了天古浩劫的重要人物。当时在那一场天古浩劫中，高阶天位神和巅峰天位神皆是纷纷陨落，无数神祇强者都是难逃那一场浩劫的毁灭。像这样1号的人物，怎么可能会很弱？现在来看，仅仅只是一只手的力量，就能够达到9重天位神之上的半道神领域，就足以证明的这大地之手的恐怖可怕。但是在萧炎听来，他也不太了解什么是半道神，现在他只知道那黑色水晶体爆发出来的道义玄奥力量极其的特殊，直接能够将天位神力瞬间瓦解，就还比天位神力是一道溪水，而对方的道义玄奥力量就好比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巨浪。如果一个溪水和大海巨浪对碰，可想而知，就算溪水再激流湍急，也不可能是一道波涛汹涌大海巨浪的对手。所以为什么就连9重天位神巅峰的力量都能够如此轻易的瓦解？正是如此，那股玄奥的力量也是让的在场所有神祇面色俱惊，震撼2字仿佛已经刻画在了他们的脸上一般，久久不能恢复过来。萧炎刚刚那连大灵全魔都吃惊的金光，这么快就被大地之手的力量给轻易的压制而下，金光开始激荡起来，不断的道义玄奥的力量冲刷退去。或许是大地之手释放出半道神的力量后，那黑色水晶体显然也是急速的消耗，体积迅速的缩小，而当其缩小到只有米粒大小的时候，那黑色水晶体也是缓缓的消散，化为了一片黑色的空洞。望着那一片黑色空洞，无量神渊中所有神祇的面庞都是变得惨白起来，特别是那4大山主。只不过现在的无量神山之主已经被控制，根本没有自己的意识，不然的话，他的脸上同样会出现惨白之色。然而在另一处的空间上，夭夭的面色也不是非常的好看，毕竟现在的这一只大地之手就已经破了无量神渊的封印神法大阵，现在又施展出半道神的玄奥力量，直接将上空的一处空间压缩出了一片黑色空洞。一旦让大地之后出了无量神渊的话，那么就会让整个无量神界的封印神法大阵也受到破坏，到时候就是这一方神界的毁灭危机了。所以坚决不能让大地之后破了整个无量神界的封印神法大阵。而现在萧炎那金光奇特的力量就是最后的希望了，如果最后还是不敌大地之手，那么这事情将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人类小子，你已经败了，滚！大地之手中传出一道厉喝的咆哮声，一道惊人无比的玄奥恐怖的力量直接将萧炎的所有金光力量消融，最后重重地打在了萧炎的胸膛之上，一口鲜血直接喷涌而出，萧炎的神形也是倒飞了出去，身上的金光尽数的消失不见，看起样子已经被大地之手重创了。大地之手一击得手，仿佛有着一双无形的目光看向这片无量深渊，片刻之后诞生道：焚神，数千万载前，你联手那几位无上，倾尽所有的无上神力，将本大帝解体封印。但这一次，本大帝的手臂已经复苏，这大咒9界，如今又有谁能来救？我当初就说过，这大咒中的至高奥义将会是我的，哈哈哈！话音落下，大地之手再没有停留，身形一动，那滔滔毁灭魔气对着那空洞之中席卷而出，顿时间，无量神渊以及无量神渊之外的虚空都是弥漫着浩浩荡荡的恐怖气息，不断的肆虐开来。在这一刻，所有无量神界的万物生灵还是神灵，都是感觉到了一股极度心悸与恐惧之意涌上了心头。此刻，大地之手真正的破风而出，降临世间，浩荡的毁灭魔气冲荡世间。在这一瞬间，无量神界中的无数生灵神灵都是抬起了头来，面色惊惶地望向原始山所在的方向。虽然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却是能够隐隐地感觉到，似乎有着一种极其可怕的毁灭恐怖气息，以很快的速度开始笼罩在无量神界中。那种莫名的感觉，让得他们感到由衷的极度恐惧。无量神渊中，这里已经被黑暗的色调所覆盖，仿佛整个无量神渊就是暗黑世界。众多神祇强者，个个都是面色惨白地望着大地之手上所弥漫出来的毁灭魔气。即便是夭夭以及在萧炎体内的粉老，
都是面色极为的严肃，眼中涌动着不安之色。大地之手竟然彻底的脱离了封印神法的大阵力量，而想要再将其镇压的话，简直就是难如登天了。这对于整个无量神界的无数生灵神灵而言，无疑就是无比绝望的灭顶之灾。那9大拳魔在大地之手脱离封印的第一时间，便是急射而退，根本不理会萧炎和夭夭他们等人。一道道巍峨的魔影立于大地之手的正前方，然后9大拳魔及其恭恭敬敬地跪伏而下，恭迎大地之手彻底复苏。面对着大地之手，即便是灭神府的9大拳魔之首，都是表露出了谦卑匍匐的身影，没有丝毫桀骜之气，而是发自内心的畏惧与尊崇。而其他的拳魔，在这天地间弥漫的连绵无尽的魔气之中，魔影跪拜着，瑟瑟发抖，同时发出狂热而敬畏的声音。恭迎大帝！浩荡的声音回荡于天地间，却是令得夭夭以及武神阁和其他神阁之人都是面色一片阴沉。他们望着那鼎盛的毁灭魔威，也是心头激烈的颤抖起来。此时，有着数道光影自无量神渊外急掠而来，那些都是无量神界中各方超神势力的神指强者，感应到了无量神渊中的异常毁灭波动，便是紧急的来到了这里一探究竟。那是待得稳住神形后，目光看见那虚空上巨大的黑色大手时，整个身躯都是紧绷了起来。此刻已经有不少超神势力的那些神指，便是第一眼就发现黑色大手的来历，目光带着从未有过的骇然之色。竟然会让那个恶魔天逃出封印？我们无量神界的4大山之主和无量神山之主，不是一起守护着这里的封印神法大阵吗？怎么还会被那恶魔破封而出了？这些超神势力中的一位老者震惊欲绝的声音犹如惊雷般的响起，他那的深邃的瞳孔中有着一股不敢置信的气息浮现而出，然后在震惊之下，再一次的看见那位无量神山之主呆滞的站在天空中，他的眼瞳竟然有些诡异。不过一些眼力好一点的超级神指早就发现了无量神山之主此刻的异常情况，以及那4大山主全部重伤，便是惊呼道：不好，这恶魔破封而出，就连4大山主和无量神山之主全部败了。也不知道是谁这么一说，刚刚纷纷赶来一探究竟的这些神之强者都是面色巨变。如果连无量神山之主这位无量神界的天花板都被击败的话，那么他们恐怕全部都要遭殃了。一些超级神之面容苦涩，颓然的道：那个恶魔出现世间，破坏了无量神界的封印神法大阵，此时恐怕要完蛋了。大家现在说这些并没有什么用，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想想如何面对那个恶魔吧。一些实力有着5重天卫神的超级神指摇了摇头，面色沉重的开口道：在这些神指强者之中，实力有着6重天卫神的强者缓缓抬起了头，望着那全魔朝拜的一幕，惨然一笑道：现在还能如何？这个恶魔有多恐怖，大家又不是不知道，连数千万年前的那位无上都得拼上一切，才能将其恶魔分解封印。如今的大咒9界之中，还有谁能阻拦得了他？众人皆是默然，面对着那恐怖恶魔的存在，就算是他们这些屹立在无量神界非常久的神之强者，都是感到阵阵的无力。可以说，所有的天卫神在这个恶魔面前都显得无力抵抗。事已至此，今日怕是唯有死战到底了。就算是我等陨落，也不能让这个恶魔轻易地将我们抹杀。不少超级神之的脸颊虽然抖动着，但是心中却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他们皆是对视了一眼，轻叹一口气，眼中都是有着决然之色浮现出来。这恶魔的凶残和恐怖，他们已经都知晓。若是落在他们的手中，任何生灵神灵都只有被奴役，犹如傀儡一般的被养着。既然是这样的话，还不如拼尽一切的力量，也要与这恶魔碰上一碰。小龙与寒他们也是抬头望着全魔朝拜大地之手的景象，面色肃然，眼中泛着凝重。面对着眼前这一幕，即便是他们都是感到无尽的惧意，感觉到身旁亲人的心绪。夭夭伸出手掌，轻轻地握住那有些冰凉的2人手掌，然后柔声道：放心吧，不论局面有多糟，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会让你们有任何的危险。手掌中传来了一些温度，令得小龙和雨涵的身躯也是变得温暖起来。旋即说道：娘亲，只要我们和你在一起，就算真的死，我们也不怕。夭夭望着小龙和雨涵，感受着眼前男孩女孩眼中那坚毅之色，肃然的脸庞上也是浮现出一抹笑容。他们的这一份勇气也是深深地烙印在了他的内心。在无量神渊中，众多神之的强者眼神都是渐渐地变得决然时，在那虚空上，大地之手的一双无形眼睛望着数位全魔，周身滔天的毁灭魔气涌动着，发出的声音震荡着这片天地。大灵，你们都做得非常不错。大灵全魔和其他几位全魔皆是跪在地上，眼露狂热地望着眼前的大地之手，无比的恭声道：一切都只是按照大帝所留的指示安排，属下们也只是执行而已。大地之手淡淡的一笑，然后他那无形的双目扫向了那些无数超神势力的超级神之的身影，诡异的笑道：本大帝虽然脱离了封印神法大阵，但是焚神那家伙竟然对我进行了特殊封印，将要真正的揭开整个无量神界的封印神法大阵，就必须吞噬更多的域灵。可准备好了？大灵全魔也是微微一笑，说道：早已准备妥当了。
既然这些神灵来到此处，那么就让他们全部成为御灵吧。说着，大灵权魔的手掌轻轻一挥，只见得在那后方，空间忽然被撕裂，而那一道道空间裂缝中，竟是射出一道道无比诡异的黑光，然后对着这些超级神指直射而去。大地之手的表明浮现出残忍的光泽，旋即他阴森一笑，屈指一弹，便是有着滚滚毁灭之气冲进了那些黑光之中。毁灭之气肆虐过处，诸多的超级神指竟是尽数的爆炸成了黑色血雾，还没来得及凄厉的惨叫，神体直接爆炸而开，就连神魂都被这黑光限制了行动。然后这些爆开的黑色血雾再一次的进行了融合，一道完整的身躯被凝练了出来。只是现在的他们有着一道诡异的死气，直接从这些超级神之的体内缓缓传出。大地之手见状，直接爆发出恐怖的吞噬之力，猛地对其一吸，一道道诡异死气直接化为洪流，被其一口吞入其中。随着对这些变成御灵的吞噬，只见的大地之手那庞大的身躯竟是在此时翻滚了起来。恐怖的毁灭之气开始以一种惊人的速度不断的膨胀，短短不过数十息的时间，那矗立于天地间的大地之手变得更加的巨大，一股比之前更加强大的毁灭之力笼罩了无量深渊，竟是有着一道走出的伟岸的魔影，吸引了无数道视线的目光。只见的他竟是身披深黑衣袍，衣袍之上铭刻着无数星辰，仿佛他就是整个宇宙。袍服随风飘动，竟是显得有些飘渺般的气息。他的面目被一层黑雾所笼罩，无法看清楚他的真正面目，唯有那一对眼目却是黑中带红，没有丝毫的眼白，瞳孔看上去犹如是两颗夕阳的太阳，非常的艳丽奇妙。在这瞳孔旋转间，竟是有着吞噬万物的大能。难道那个伟岸的魔影就是大地？夭夭等人面色难看地望着大地之手上显现出来的那道伟岸魔影，从后者的身上，他们开始隐隐地感觉到一股令得他们无比恐惧的波动，比起之前不知道又强大了多少倍。显然，在吞噬了那诸多的御灵之后，这大地之手的力量也是提升了很多很多。我的手臂部分力量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将来对付你们这些蝼蚁也应该已经够用了。那位伟岸的魔影低头看着自己的黑色大手，喃喃自语道，并且带着挤出了一丝笑容，只是那笑容却只有无尽的残酷，没有丝毫的温度。就算借助了焚老力量的萧炎，此刻他的面色凝重无比，就算是拥有着9重天位神巅峰的实力，在瞧的那一身深黑衣袍的大地时，都只能感觉到无边的寒意。没想到他吸收了这些御灵之后，实力又暴涨了那么多。一道沉重的声音在萧炎的脑海中响起，听到焚老的声音后，萧炎的脸上也是浮现出一抹凝重之色，然后淡淡的道，焚老还有机会答应他吗？现在对方的力量好像更加的玄奥可怕了，就算是天位神力在其面前都能够轻易的瓦解抹灭。那是自然，那股玄奥的力量已经远超天位的神之力量，所以就算我现在已经施展出9成的力量，也不敌对方了。焚老也是将对方的恐怖和强大描述了出来。虽然现在的大地之手很强大，可是焚老心里清楚，想要击败这大地之手，自己就必须施展全力，不然的话根本不可能是其对手。而且现在对方现在的玄奥力量乃是来自大咒道法的玄奥力量，能够领悟大咒中的一种道法，就能够让自己的实力有着一次质的飞跃突破，超脱天位之列，踏入那半道神的玄奥领域。而半道神的力量可以称之为半道之力，而半道之力只是大咒中道法的一部分力量。如果将一种道法全部领悟的话，那么就能够成就真正的大道，成为一位大能者，主神。当然，对于主神的信息，萧炎更是不得而知了，还是先把眼前的事情先处理好，等日后有机会再让那萧炎接触了解下关于天位神之上的玄奥神之领域。焚老，你的全部力量是多强？面对着大地之手的恐怖力量，萧炎根本就束手无策，就连那神秘无比的焚老都把握不住，能否击败这大地之手？我的力量全部施展后，方才能够与现在的大地之手抗衡。只不过一旦我释放出了全部的力量，我怕你的神体和神魂目前会承受不住我的更强神力。听着焚老的意思，好像就是说，想要对抗大地之手的力量，就必须施展全力，而全力一旦施展，那么萧炎的神体和神魂都会承受不住，怕是会被反噬。但是萧炎可不是什么贪生怕死之辈，如今只要将这大地之手再一次的封印，就是对整个无量神界生灵的救赎。焚老，来吧，我不管能不能承受，今日我都必须不能让恶魔彻底的出来，不然不仅是无量神界会受到毁灭，就连整个大咒9界怕都是会影响。萧炎的金眸中有着极其坚毅之色不断的浮现出来，萧炎不断的变强，他可没有迷失方向，他一直终止自己的初心，自己心中的道，守护之道，因为他知道现在的一切都是大咒中的各大界所给予他的，所以更不能让这个恶魔出来祸害世间。行吧。焚老也是无奈一声，此时他在焚绝空间中抬起头望着另一处虚空处，仿佛是在等一个人出现一般。怎么还没有出现？在之前我便隐隐约约地发现有2股大道的气息波动，已经进入了无量神界之中，可是为何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动静呢？难道他们也在等什么吗？焚老自言自语的一下后，闭上了眼睛，再一次睁开时，
他的那双眼瞳中竟是出现了极其复杂的符文，不到片刻的时间又是消失不见。但是他的神魂力量已经消退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的力量，并且在萧炎的感知中，一个更为神奇的力量充斥着萧炎的全身，并且有那么一瞬间，自己体内竟然有着非常神圣奇妙的感觉。至于这个神圣奇妙的感觉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就是这神圣奇妙的力量不断的充斥萧炎的全身上下时，一股要被撑爆的感觉顿时冲上他的大脑，并且连神魂都是感到了极其疼痛的感觉。虽然很难受，至少知道这股神圣奇妙的力量竟是能够与现在的大地之手比肩，恐怕就是超越了天位之上的半道之力。随着萧炎即将爆发出来的气息波动，也是让的9大拳魔直接色变，他们的脸上都被一道难以置信的神色所代替。那小子怎么还有着如此强大的力量？就连大地之手上的那道魔影都是感到微微一惊。有点意思，竟然还真的隐藏了实力。不过我好像觉得你快承受不住这股半岛神的力量啊。大地之手所说的不错，现在的萧炎已经双眼发红，布满着血丝，表情都是狰狞起来。萧炎现在的感觉就是快要被这股奇妙的强大力量要撑爆了一般。的确如粉老所说，现在的自己根本无法承受粉老全部的力量，更何况是半岛神。小家伙，你撑得住吗？粉老那担忧的声音在萧炎的脑海中响起。萧炎狰狞无比，不过还是勉强的从嘴中挤出几个字，道：粉老，我能坚持，快点将这恶魔镇压了，不然等他彻底的将封印神法大阵破坏的话，到时候的局面将会是无法想象。听得萧炎那坚定的话语，粉老也不敢浪费一点时间，因为一旦时间久了，生怕现在的萧炎根本无法承受住这股半道之力。半道之力乃是拥有着大咒道法中的部分道义力量，所以说天位神的神体和神魂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一股力量。哈哈哈，真是不自量力。虽然你体内的那股力量很强，但是好像你无法真正的将其驾驭。这无量神界虽封印我属数千万年，可其中也是洒满了大咒9界中无数神之的鲜血。今日我就将无量神界彻底的毁灭了吧，以此来见证本大帝的回归。大地之手笑着轻声说道。话音落下，只见的那道身穿深黑衣袍的魔影双眸忽然轻轻眨动，下一瞬间，一道暗黑的光线陡然从那大地之手中猛烈的射出。大地毁灭光，暗黑光线迎风暴涨，那股暗黑的力量也是暴涨开来，竟是形成了一颗黑暗的陨星。那颗陨星仿佛是死亡气息所化，带着无边的毁灭之气。当其落下之地，整个无量神界都将会被彻底的灭绝，无量神界中的所有生灵万物也都会毁灭成虚无。瑶瑶等人望着那呼啸而来的暗黑陨星，面色大变，因为他们都能够感觉到那颗陨星之上蕴含着何等恐怖的力量。那是一股能够彻彻底底毁灭无量神界的力量，那种力量就算是9重天位神巅峰沾染上了，都得必死无疑的存在。或许这就是半道神的力量吧。半道之下，皆为蝼蚁。小家伙，添了吧。粉老在焚绝空间中面色一变，厉声道：粉老，借我之躯，拼死一搏吧，这恶魔必须镇压。萧炎也是心意已决，仅仅只是大地之手的力量就如此的恐怖，如果是完整的大地之躯复苏了，那么又将会是何等的恐怖和无法想象。粉老双手结印出诡异的姿势，一声长啸出声，顿时那股超越神魂力量之上的半道之力无尽翻涌，天地瞬间被撕裂，一道道惊天攻势在萧炎的体内冲天而起。金色眼眸一凝，锁定了那颗黑暗陨星。同时萧炎的神体和神魂也是快要承受不住，脸庞也是开始彻底的扭曲起来，一口鲜血喷出。就在这关键出手的时刻，萧炎再也坚持不住半道之力在体内彻底的爆发，他的神魂率先被击溃，神魂传来的剧痛感已经彻底的覆盖了他的全身上下，意识也是逐渐的模糊起来。小家伙，不好，他现在还是无法承受半道之力，想要靠意志力去承受，可是行不通啊。粉老也是惊呼起来，到了这一步有点脱离他的预料之内啊，这不应该啊。就在粉老还在思索自己的不解想法时，那暗黑陨星已经距离萧炎不到10米的距离，而这个距离想要逃根本都已经彻底的来不及了。该死，难道只能提前施展出那一招了吗？粉老那金色的瞳孔微微一眯，仿佛在这双金色瞳孔中有着无穷无尽的力量。不好，萧炎有危险！吴雪见状，直接大喊一声，刚欲瞬移过去，却是被藏青青拉住，大声道：你不能去，去了也救不了他。不要，我一定要救他。吴雪体内的那股神秘力量也是逐渐的被激发出来，直接是轻易的甩开了藏青青握住自己的那只手。被一股可怕的神秘力量震退后，藏青青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看向吴雪，心中无比震惊道：刚刚那股神秘力量是什么？为何我完全感觉不到这股神秘力量所带来的破坏力，但是却是有着心生极其恐怖的毁灭之感，就仿佛世间的所有一切都是归于那神秘的力量中一般。但是就在吴雪准备彻底的将体内深处的那道神秘力量爆发出来时，恐怖的毁灭魔气涌来，充斥着萧炎的眼球，将其视线都是变得昏暗下来，意志力被半道之力也影响，已经达到了极其微弱的地步。
难道萧炎这就要完了吗？真以为在如今的大咒中，无人能够抗衡你了？只是大地之手而已，当真是自己的全部之躯复苏了不成？就在众神指强者以为萧炎必死之时，一道极其随心的声音和笑声突兀的在这片天地间响了起来。而在第一时间，焚绝空间中的焚老在听到这道声音后，也是急忙的收敛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并且将那道金色的奇特力量灌入萧炎的身体每一个部位，还滋养着已然受创的神魂。突然间，天地之间似乎是有着轰鸣之声响起，再然后，无边无尽的大道之威从虚无之中席卷而出，那等恐怖绝伦，简直无法形容，甚至连那恐怖的毁灭魔气都是在这等大道之威下被迅速的吞噬而下，似乎是有着一颗散发出玄奥金光的流星，穿透空间轰然而落，直接是落入了下方的暗黑世界之中。玄奥金光大道之威快速的涌开，萧炎那微垂的眼皮下，终于是看清楚了落入暗黑世界中的东西。此时，暗黑世界上竟是有着破碎的裂痕，而就在其破碎的一刹那，突有一道巨大无比的金色光柱冲天起，那金色光柱之中有原始而古老龙吟之声，陡然响彻于这无量深渊大的每一个角落。